各位，我要跟你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你听完可能会吓一跳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律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你明明运势挺好的，突然就莫名其妙变差了，做什么都不顺，身边的人开始生病，家里总是吵吵闹闹，孩子也不听话，你知道吗？这可能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你家里来了不该来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有些礼物你收到了，千万别当宝贝，赶紧丢掉，越快越好。这些东西表面上看着好看，实际上是在悄悄吸走你们全家的阳气，借走你们全家的运气。你如果不丢掉，你就是傻傻的当了替死鬼，把福气拱手送人，自己还在那里乐呵呵的谢谢人家。你说惨不惨？我常跟大家说，礼尚往来是好事，但是很多礼物背后藏着你看不见的东西。易经64卦里面有一卦叫剥卦，剥是什么意思？剥就是一层一层的剥掉，就是你的好运气被别人一点一点拿走，你还不知道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收了别人的礼物之后，家里的风水就变了。很多人以为送礼物就是好心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有些礼物是带着别人的晦气，带着别人的病气，甚至是带着别人故意布下的局。各位，你想一想，别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送给你？如果他好好的，他为什么不自己留着？你去想一想这个道理，拆开来看就明白了。易经里面有句话叫吉凶毁令生互动，什么东西动了，就产生了吉凶。礼物从一个人的手里到另一个人的手里，这就动了，动了就有能量交换，对方把自己的晦气转给了你，把家里的煞气送给了你，你还在那里傻傻的供着，这不是祸害自己吗？我认识一位老邻在广州做生意的，本来做得风生水起，家里也挺和睦，结果呢，有一次老家的亲戚来看，他带了一个老古董，说是从乡下收来的什么传家宝。老邻觉得那是亲戚的心意，就放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，每天都看一看摸一摸。结果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这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先是谈好的项目黄了，然后是合伙人卷款跑了，接着老婆跟他闹离婚，你说邪不邪门？后来我让他把这个老古董处理掉，又把房子彻底打扫干净，慢慢的他又重新转运了。各位，有些东西来路不明，你千万不能往家里带。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好好掰扯掰扯，哪些礼物绝对不能收，收到了必须马上丢掉。你听好了，这些都是老祖宗总结几千年的经验，不是随便说说的。你记住一个道理，凡是带走了别人身上的负能量，带走了别人的晦气和霉运，再把这种能量送到你这里的东西，都是要你命的。第一样，别人穿过的旧衣服，尤其是贴身衣物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，衣服在五行里面属于木，木有吸附作用，衣服穿在一个人身上，就跟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能量联系。一个人身上的病气、晦气、不好的气场，都会附着在他的衣服上。如果有人把他穿过的旧衣服送给你，尤其是那种很贴身的，那你就等于把别人的负能量穿在自己身上了。很多人觉得旧衣服省钱，或者觉得那是朋友的好意，其实大错特错。易经里面讲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，你的身体跟别人的负能量衣服接触，那个气场就会跟你同频共振，然后你的状态就被拉低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。有一个年轻人刚毕业出来工作，薪水不高，有个亲戚说给他几件旧西服穿，他觉得尺寸合适就穿了，结果呢，穿上去之后，整个人变得懒懒散散的，干什么都没精神，工作上老出错。后来他女朋友跟我说，自从穿了那些衣服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
脾气变得急躁，动不动就发火。这就是因为旧衣服上带着别人的残余能量，而且这些能量是负面的，干扰了他自己的气场。尤其是那些生病的人或者运势很差的人，他们穿过的衣服你绝对不能接。我告诉你一个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衣服这种东西最好是送全新的，或者送量子好的布匹。你要是真的想帮别人，就给他买新衣服，不能把自己的旧衣服塞给别人。这个道理就跟水一样，你把别人喝剩下的水倒给自己的朋友喝，你说合适吗？第二样，别人用过的鞋子，这一点比衣服更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鞋子接触的是地气，是人跟大地的连接。一个人的脚底有很多穴位，走着路就把地上的能量吸收到自己身上来了。如果你穿了别人的旧鞋子，等于把别人走过的路、别人踩过的坑、别人的不顺和磨难全盘接了过来。易经里面有句话叫履霜坚冰至，你的脚踩到霜了，就说明坚冰马上就要来了。穿了别人的旧鞋，你踩的就是别人已经踩过的不好的路。我告诉你，鞋子是特别私人的东西，每个人的走路姿势不一样，脚的骨骼结构不一样，鞋子穿久了，那个形状就是根据那个人的特征来的。你穿了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人的鞋子，你的气脉就被扭曲了，运势怎么能好呢？很多做生意的人都知道，鞋子绝对不能送人，也不能借别人穿，否则就是把自己的运势借给别人了。反过来，你接了别人的旧鞋，你就是接了他的运势，但是这个运势多半是不好的，不然他为什么要把鞋子送给你？第三样，来历不明的装饰品，尤其是项链、手镯、戒指之类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些东西是最危险的，因为它们直接跟你的身体接触，而且金属和玉石都是有记忆的。什么是记忆？就是它们会储存之前主人经历过的所有事情，好的坏的都储存在里面。如果这个东西的主人经历过什么不幸的事情，或者那人本身命不好，那这个东西里面就装满了他的晦气。你把它带在身上，每天让它接触你的皮肤，那个晦气就等于直接灌到你身体里面。你说这不是自找苦吃吗？易经里面讲，聚则成形，散则为气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些有形状的东西，它里面聚集着看不见的气。一个首饰戴在一个人的身上很久，他跟这个人就有了深厚的联系，这个人的喜怒哀乐、病痛灾祸都刻在里面了。尤其是那些从古玩市场淘来的老首饰，或者是别人家传的老人用过的东西，你最好别碰我。应时一位陈女士特别喜欢收藏古董首饰，有一次花了几万块买了一个老玉佩，据说是清朝某个官宦人家太太的，她戴上去没几天就开始做噩梦，晚上睡不着觉，整个人莫名其妙的瘦了一大圈。后来去找高人看了一下，说这个玉佩不好，之前的那个太太命运很坎坷，一生受尽苦难，那些苦难的能量全部依附在玉佩上了。陈女士把玉佩处理掉之后，不到1周状态就恢复了。各位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我给大家讲个历史案例，讲的是明朝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叫张岱，他写了一本书叫《陶庵梦忆》，里面就讲了一个事情，说有个商人经常去古玩市场上收一些旧首饰，然后送给自己的妻妾。结果奇怪了，那些妻妾戴上这些旧首饰之后，一个个都开始变得神神叨叨的，有的是经常半夜惊醒，有的是性格大变。后来商人不放心，就把这些东西扔了。这下好了，妻妾们又恢复了正常。你看几百年前就有这个道理了。第四样，不知道从哪里拿来的钟表。各位，你要注意了，钟表这个东西
在风水里面非常敏感。为什么？因为钟表代表的是时间，代表的是终点。送钟这个词你听过吧？在很多人看来，送钟就是送终的意思，不吉利。虽然有些人不信这个，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讲究背后是有道理的。易经讲时，辰六龙以御天，时间是驾驭万物的，钟表是时间的象征。你把时间送给了别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觉得哪怕对方没有恶意，这种东西你也最好别要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这个钟表是旧的，是别人用过的，那上面附着的时间能量就是你无法控制的。一台钟表走了很多年，它见证了一个家庭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如果这个家庭经历过很多不幸，那这块表就是一块灾表，你把它放在家里，等于把那段不好的历史请进了家门。尤其是那些坏掉的钟表更不能要，因为坏的钟表代表的是停滞的运，停掉的福气。你把坏的时间放在了家里，你的运气能好吗？第五样，别人送的小玩具或者说娃娃，尤其是布娃娃、玩偶之类的东西。各位，我知道这个说起来有点玄乎，但你真的要注意了。布偶这种物件是有灵性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在古人眼里属于替身一类的东西。过去有一种说法，就是用布偶或者纸人替自己挡灾。如果别人把这种东西送给你，你就要想一想，他是不是在拿你当替死鬼，把他的灾难转移到你身上。易经64卦里面有一卦叫蛊卦，蛊虫相食，内部败坏布偶。这种东西如果来源不清，就很容易引来这种败坏之气。我见过一个真实的案例，北京有一家人，孩子过生日的时候，有一个朋友送了一个特别漂亮的日本娃娃，孩子特别喜欢，天天抱着睡觉。结果呢，自从这个娃娃来了以后，孩子每天晚上都哭，说是做噩梦，梦里有个女人在瞪着他。一开始大家觉得是孩子胡说八道，后来孩子越来越瘦，脸色越来越差，送到医院去查，又查不出什么毛病。后来一个懂行的老人来家里一看，让赶紧把这个娃娃处理掉。结果处理掉之后，不到3天，孩子就好了，能吃能睡，笑脸也回来了。各位，这种事情不是巧合，是有规律的。你家里如果有别人送的来历不明的布偶娃娃，你趁早处理掉。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历史典故。三国时期有一件事，说曹丕忌惮他的弟弟曹彰，有一次赐给曹彰一颗枣子，结果曹彰吃了之后就中毒身亡了。虽然是演义里的故事，但说明一个什么呢？说明别人给你的东西，尤其是直接入口的东西，你一定要注意。还有唐朝的时候，武则天跟她的姐姐之间的故事，也是跟礼物有关。所以各位，不是所有的好心都是好心，有些东西你接了，你的麻烦就来了。现在我把这些礼物说清楚了，那我再讲一下背后的道理。为什么这些东西会借运，会吸干你们全家的阳气？你听我说，这叫阴阳五行平衡理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气场，这个气场是由你的先天八字、你的居住环境、你的饮食习惯、你的心态、情绪等因素组成的。这个气场保护着你，让你免遭外界的伤害。但是当外来的带有负能量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空间的时候，它就会破坏你的这个气场，就像一块石头扔到了平静的湖面上，产生了涟漪。别人把自己的旧物件送给你，这叫做遗气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把自己的气场通过这个物件转移到了你的身上。如果对方的气场是正的、强大的，那可能还好。但如果对方的气场是负的、衰弱的，甚至是带着病气的，那你就等于被他的负能量感染了。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同气相求、同频共振的道理。
你接了他的礼物，你们两个的气场就开始连通。他好的东西不一定过来，但他不好的东西肯定过来了。而且各位，你想想，一个人为什么会把自己用过不要的东西送人呢？要么是他嫌多余，要么是他觉得不好用，要么就是这些物件本身附着了不好的东西。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生意兴隆的大老板把自己用过的发家工具送人的？没有吧？越是好的东西，人越是不愿意转手。只有那些不好的给人带来困扰的东西才会被送出去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你换位思考一下就明白了。古代的命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叫物随人转，气随物移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物品跟着人转，而气随着物品移动。一件东西只要从一个人的手上到了另一个人的手上，那个人的气就转移了一部分到你的身上。所以古人非常讲究礼物的选择，送什么礼物，代表了什么寓意，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。送礼是门大学问，接礼同样是门大学问。我告诉你，有些礼物你宁可拒绝，也不能糊里糊涂的收了。拒绝不代表你小气，不代表你不给面子，恰恰说明你有智慧，懂得保护自己的家庭和家人。一个人连自己的家都保护不好，你还能保护什么呢？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的结果就是全家跟着遭殃。那我再来说说，从五行角度看，这些礼物是怎么害你的。五行金木水火土，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。别人的旧衣服木性太强，克土，土代表脾胃，你穿了别人的旧衣服，脾胃就容易出问题。你在生活中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穿了不合适的衣服以后，肚子就不舒服，消化不良，这就是五行相克的表现。鞋子属水，水走肾，穿了旧鞋子，肾气被消耗，人就会感觉腰酸背痛，精神萎靡。手是属金，金主肺部，皮肤是和肺相关的，有些属性不对的首饰戴着，皮肤就出问题，呼吸也不舒畅。我给大家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我认识一位老大姐，姓王，50多岁，做财务工作的，平时很节俭，经常接受别人送的旧。有一段时候她连续发烧，断断续续，好不了医院的检查做了一大堆，什么问题都没查出来。后来我去她家一看，发现她床底下堆了一大堆别人的旧衣服，还有别人送的旧鞋和旧包，我让她全部清理掉，彻底大扫除一次。结果呢，清理掉之后不到1个星期，她的烧就退了。你说这科学解释不了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有些人的气场就是被这些外物干扰了，清干净了自然就好了。各位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了，家里堆满了别人送的东西，美其名曰说是勤俭节约，实际上是把别人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都往自己家里搬。你想想，你的家是安宁的地方，是你休息充电的地方，结果摆满了各种别人的旧物，这些旧物上带着别人的各种情绪和经历，你的家能安静得了吗？家里气场混浊，阳气就弱了，阳气一弱，邪气就进来了，邪气进来，各种倒霉事就跟着来了。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，我必须要跟你们讲清楚，那就是关于借运。什么叫借运？从字面上看，就是把你的运气借给别人用。一般情况下，你的运气是你自己修的，别人拿不走。但是如果你允许别人的东西进了你的生活空间，而且这个东西跟你产生了强烈的情感纽带，那你们的运势就可能相互纠缠。这种纠缠有时是良性的，有时候是恶性的。当那些带着负能量的礼物进入你的空间，它们就像一根根管子，从你的能量场往外面引流，把你的阳气、你的好运、你的财气一点一点地输送到别处去了。从佛家的角度看，
这叫业力牵引。万事万物都有因果，你收了不该收的东西，你就跟它建立了一种联系，它的业力就跟你发生了纠缠。本来它该承受的某些果报，因为你跟它产生了联系，可能就会转嫁到你的身上。你说这多冤啊！从道家的角度看，这叫气运相感。一个人的气运是会发生变化的。当你把一件低频的东西引入自己的生活，你的频率就会降低。频率降低之后，你吸引来的就是更多不好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的运气越走越差，不是因为他真的做了什么坏事，而是因为他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暴露在了负面的能量场里。你把那些负能量的东西请进家门，你的家就变成了一个低频场域，全家人都在这个场域里面生活，结果就是全家人的运气都跟着受影响。我给大家讲一个更惨的案例，这是我听一个朋友说的。一个做生意的老板姓刘，本来手上有几千万的资产，在当地小有名气。有一天参加一个饭局，席间一个朋友送了他一块老玉剑，说是自己的收藏，跟他有缘。刘老板很喜欢，就挂在车里，天天开车的时候都能摸到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的生意就一路下滑，先是投资失败，然后是资金链断裂，最后房产都抵押出去了。那个送他玉的朋友自己也是一路不顺，所以说不是他故意害他，自己也是受害者。那个玉剑本身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它带来的霉运同时影响了好几个人。各位，你看看，这就是物随人转，气随物移的可怕之处。那你说这些东西到底该怎么处理呢？我告诉你，不是说让你随便往垃圾桶一扔就算了，处理这些东西也是有讲究的，弄不好反而更麻烦。我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。第一，你不要随手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，更不能送人。你扔到垃圾桶，说不定别人捡回去又出事了。而且如果你处理的方式不当，那些能量可能还是跟你纠缠。最好的办法是找一块干净的红布，把东西包好，然后包起来扎紧。红布在民间是有驱邪的寓意的。红色在五行里面属火，火能化万物，你用红布把它包住，等于阻断了它的能量向外散发。第二，找个时间阳气最旺的时候，也就是中午12点左右，把包好的东西拿到外面去烧掉。记住要烧掉，不要留着。焚烧是五行里面最强的化气方式，火能把一切负能量化为灰烬，然后就散掉了。如果没有条件烧，那就找个干净的河水，把它沉到水里。水也是化气的方式，但是要注意，不能放在自来水里面，要放在流动的自然河水中。第三，烧掉或处理完以后，回家要用柚子叶或者艾草泡水洗手洗脸。传统里面柚子叶和艾草都是化煞去秽的东西，你洗完之后就把那些负能量的残余彻底清除了。然后你点一支香，在家里走一圈，说几句祝福的话，把你的家重新请回来。第四，最关键的一点，你要在心里跟这个东西告别。你可以说，对不起，谢谢你曾经来过，现在请你离开，我们缘分尽了。不要带着愤怒或者恐惧的情绪去处理，因为情绪也是能量，搞不好也会纠缠。平静的处理，心平气和的送走，这是最稳妥的办法。第五，以后你再收到礼物，一定要三思，熟人送的。你了解对方的人品，知道对方的生活状况，那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是不熟悉的人，或者你知道对方最近运势特别不好，那他送你的东西你千万要小心。实在不行你就说，哎呀，太客气了，但我家里实在放不下了，心领了就行。或者说，您的好意我记在心里了，东西我不能收，太贵重了。
这些话听起来很得体，又不伤和气，同时也保护了自己。我再说一个身边的故事，有一位老周是退休教师，平时很热心，经常帮邻居办事。有一次，他的邻居非要送他一个旧的花瓶，说是家里翻新，不要了。老周推迟了几次没推掉，就拿回家了。他老婆一看，觉得这个花瓶造型挺古朴的，就摆在了客厅的茶几上。结果呢，没几天，老周晚上就开始失眠，总觉得屋子里有动静。一开始他以为是心理问题，后来发展到耳鸣头晕，去医院查也查不出病因。有一天晚上，他突然想起来了，开始怀疑是不是这个花瓶有问题。他把花瓶搬到了地下室，结果当天晚上就睡了个好觉。后来他把瓶子彻底处理掉了，再也没失眠过。各位，你觉得这是巧合吗？天下没有那么多巧合，每件事背后都有它的规律。还有一件事，我认识一位做餐饮的老板，姓张，他有个朋友开了一个玉器店，有一次送了他一尊玉佛，说是招财的。张老板很高兴，供在了收银台后面。结果这尊玉佛来了以后，他的生意越来越差，甚至有一天半夜厨房着火了，还好消防及时赶来，没有人员伤亡。后来请风水先生来看，说那尊玉佛有问题，是一尊残佛，是玉器店卖不出去的残次品，把它送人，就是把自己卖不出去的东西转移给别人。你自己想，一尊残佛怎么保佑你？赶紧处理掉。果然处理掉以后，生意慢慢又好转了。各位，听了我这么多个例子，你明白了吧？你家里有没有别人送的东西？你觉得放着不对劲，又舍不得扔的，你趁早去检查一下。有些东西你心里觉得别扭，那它肯定是有问题的。你的直觉告诉你这个东西不好，你就要相信你的直觉。老祖宗说，心中有疑必有问题，也是这个道理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，就是小孩子的东西更要注意，因为小孩子的阳气弱，抵抗力差，最容易受影响。有些人送小孩子旧衣服、旧玩具，你看着觉得没什么，说小了就是孩子穿穿玩玩，说大了其实就是在影响孩子的先天根基。尤其是那些旧玩具，如果是别的孩子玩过的，那个孩子当时的情绪和状态都会留在玩具上。如果那个孩子刚好生病了，或者那段时间情绪不好，经常哭闹，那么玩具就带着这些信息，你的孩子玩了以后可能就学着那样哭闹，或者莫名其妙的生病。所以各位，为人父母的一定要把好关。别人送的旧衣服、旧鞋、旧玩具，能不要的就不要，不要觉得不好意思，自己的孩子才是最重要的。任何可能影响孩子健康的东西，都要果断拒绝。我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上海的例子。有个妈妈，别人送了旧娃娃给她女儿，女儿很喜欢，天天抱着睡觉。结果有一天半夜，女儿突然哭着说，娃娃咬她，妈妈以为她做梦没当回事。后来女儿越来越不对劲，晚上总是惊醒，白天也恍恍惚惚。妈妈吓坏了，带她去了很多医院检查，各项指标都是正常的。后来有个懂的老奶奶说，这个娃娃可能有问题，让她赶紧扔掉。她回到家把娃娃扔了，然后给女儿换了一整床新被子。神奇的是，当天晚上女儿就睡得很香甜，第二天又恢复了活泼可爱的样子。你看，有些东西科学无法解释，但是实际就是这样。兄弟们，我再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要总觉得自己运气好，什么东西都能扛得住。人这一辈子能平平安安、顺顺当当，就非常不容易了。你多了一个麻烦，你的路就多了一道坎；你多收了一件不该收的礼物，你就多承担了一份不该承担的业力，何必呢？
易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君子以慎辩，勿居方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君子要非常谨慎地辨别外物，选择自己应该处在什么方位。连几千年前的圣人都要谨慎，何况是我们这些普通人。你不要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，有些东西你招惹不起。我再从面相学的角度给大家讲一下，一个人收了很多不该收的东西之后，他的气色会变差。你注意观察，他的脸上会蒙上一层灰灰色，不像以前那样红润有光泽，眼睛开始发暗，没有了以前的那种神采。这就是负能量入侵的表现，气场被破了，精气神被耗掉了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或者你的家人最近突然气色变差了，你去查一查，是不是家里来了什么不该来的东西。还有从八字命理的角度看，一个人的运势是有起伏的。在你走好运的时候，可能你收了不好的东西，暂时没什么感觉，因为你的运势很强，扛得住。但是等你的好运过了，走到低谷期的时候，那些不好的能量就会集中爆发出来，让你雪上加霜，掉进深渊。所以各位，不要等到运势低的时候再去处理，宜早不宜迟。你现在就去清理家里所有来路不明的东西。我给大家总结一下，哪些东西不要收，或者收了也要尽快处理。第一，别人的旧衣服，尤其是贴身衣物。第二，别人的旧鞋子，尤其是穿过的。第三，来历不明的古董或老首饰。第四，别人送的钟表，尤其是旧的和坏的。第五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玩偶、布娃娃、人偶之类。第六，来路不明的佛像、神像。第七，别人用了很久的家电或者家具，特别是床和沙发。第八，任何让你感觉不舒服的东西，哪怕说不出原因，只要你觉得别扭，你就别要。我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道理，我们要懂得拒绝，学会说不。这个不字说出来，可能会让你觉得一时不好意思，但是它可以保护你和你的家庭一辈子的平安。你去想一想这个道理，你觉得一时的难堪和一辈子的平安顺遂，哪个更重要？你用不着为了所谓的面子，把晦气请进家门。真正为你着想的朋友，不会因为你拒绝了他的礼物就翻脸。那些因为你不收礼物就迁怒于你的人，你要想一想，他送你这个东西的用意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不要把所有人都往坏处想，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。老祖宗几千年的经验教训，都是血泪凝成的智慧。现在，我希望大家听完我今天这番话之后，回家去看看，去翻一翻，看看你家里有没有我刚才说的那些东西。如果有的话，你按照我教你的方法，好好处理掉。你要知道，这些处理掉的东西，不是你运气不好，是你把运气找回来了。你把家里的阳气蓄满了，把污浊的负能量清走了，你家人的财运、健康运、事业运都会重新转好。各位，我常跟别人讲这样一句话，这个很简单，你的家就是一个杯子，如果杯子里面装的是脏水，你倒了脏水再把它洗干净，它就能装干净的水。如果你不去管它，脏水越放越臭，你怎么喝你也不敢喝，对不对？那些不该要的礼物，就是杯子里的脏水，你倒了它，你的杯子就干净了，你就能接住好水，接住福气。讲到这里，我想引用一下《道德经》里面的一句话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什么意思？水是最善良的，它滋养万物，却不跟万物争夺。我们要向水学习，懂得把不好的东西化掉，而不跟它纠缠。你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清理出去，就等于你的家变成了清水，你的运势自然就顺了。还有一句《论语》里面的话，孔子说：敬鬼神而远之。你敬重那些未知的力量，但你要远离它，你不需要去招惹它。
不跟他产生联系，他就害不到你。你把那些带有未知能量的旧物清理出你的生活，就是最好的敬而远之。我再说最后一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句，你的命是你自己的，你家的运势是你全家人的。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，不要因为一件不起眼的礼物毁了全家的福气。你今天听进去了，把家里清干净了，3年后你再来看，你会来感谢我的。有些东西真的不要留，有时候一念之差，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。你相信也好，不相信也罢，总归没有坏处。你清理掉了，心里踏踏实实，全家安安全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命由心造，福自己求。从今天开始，管好自己的家，管好自己的心。不该收的东西坚决不收，已经收了的赶紧处理。愿各位都能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家，平平安安的日子，顺顺当当的运势。你管好了自己的家门，福气自然就来了。天大的福气也得有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才能待得住，对不对？行了，今天的话我就说到这里，你听进去也好，觉得我乱说也罢，至少我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了。你能做到呢，是你的福气；你做不到，也是你的缘分。个人有个人的造化，个人有个人的因果，但老祖宗传下来的智慧不会骗你的。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，比什么都重要。